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的童庆斌。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呢，要介绍的是气候变迁实体风险模板。那这个实体风险模板这个工具呢，可以应用来协助我们怎么去界定气候变迁实体风险，跟进一步应用到后面的一个风险评估。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怎么介绍这个模板。气候变迁的实体风险由3个主要因子来组成，包含危害、暴露还有脆弱度。所谓危害包含说短延时强降雨造成的淹水，长时间不下雨造成的干旱，或者是海平面上升啊，及高温的温度啊，或者是寒害啊，这我们称它叫危害。那我保全对象有没有暴露在危害里面，会影响到我的风险。保全对象是人或者是资产都可以。那如果没有暴露在危害里面，那当然就没有风险。即使我是淹水，没有任何生命财产或是生物或是环境没有暴露在危害里面，基本上它就没有风险。那我即使暴露在危害里面，也还看到我保全对象的脆弱度，也就是说，我这保全对象暴露在危害里面，它的敏感程度。譬如说，我现在的危害是淹水，那我现在暴露呢是指人在淹水之下的生命的一个安全啊，这是我称为的风险。那我现在的人呢，有老人跟年轻人。那老人呢，基本上他暴露在淹水之下，他的行动力比较不足，可能比较不会游泳，他相对就比较脆弱。也就是说，老人呢面对到淹水，他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他敏感度相对是高的。可是我今天如果老人，我发给他游泳圈，或者他有船，他可能套了游泳圈，即使他暴露在淹水里面，他套上游泳圈，他或许也不会有生命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也降低了他的脆弱度。那这个游泳圈其实就是这个老人所具备有的调适力。气候变迁风险呢，严格来讲就是由3个主要因素：危害、暴露跟脆弱度来组成。我暴露在危害之下，然后我又很脆弱，我当然风险就很高。那脆弱呢，又有敏感度跟调适力，保全对象本身的调适力来决定。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呢，我们来设计一个风险模板。在科技部的支持之下，现在是国科会呢有发展一个气候调适演算法，里面包含气候变迁调适的6个步骤，跟等一下我们介绍的气候变迁的实体风险的模板，还有呢韧性调适路径。那6个步骤包含我怎么去界定气候变迁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怎么去做目标的定定，就是我风险管理的目标的定定。接下来2个步骤就是评估风险，包含现况风险评估跟未来风险评估。然后呢，风险评估以后，我会根据风险来定定我的调适措施。选好调适措施来降低风险以后，我还要定定我的实施计划，也就是这边写的气候调适路径。那因为我们气候变迁调适谈都是未来5到10年，甚至20年以上，甚至50年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考虑到未来可能环境的改变、气候的改变、社会经济的改变，可能我的调适计划必须要做修正，所以我必须要监测跟修正。气候的实体风险模板呢，会用来界定问题，跟用来做2、3步骤的风险评估，到第4步的调适选项的一个支持工具。等一下我们会着重在这个实体风险模板的部分来做介绍。那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是一个问题：短延时强降雨造成的淹水问题。可能就要看看我们的保全对象是什么。譬如说，我想保全对象是车子，它可能不会熄火，那我们可能要注意这淹水的高度不能超过排气管。或者我现在保全对象是这个美容的百货，我就要注意这个淹水的高度不能超过它的店的这个门口的高度，超过的话水就淹进去，就造成影响。那我也可能保全对象是什么？电信箱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个基座啊，这个淹水已经快到达基座的顶部了。如果这淹水高度超过这底座，可能这位电信商就会进水，它里面的电路板就造成影响。淹水问题里面，你要先去界定你的保全对象是谁，它有什么风险，那我怎么去评估？接下来就是要发展一个风险模板来解构这个问题，协助呢气候变迁实体风险的界定，还有进行因子的分析。那因子分析会用在哪里？评估实体风险以外，我们在做调适的时候，也要根据因子来做调适。然后实体风险模板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应用来做跨领域的整合，还有跨层级治理。当你做系统性的分析以后，你就很容易去谈系统的整合。那根据 ISO 14091还有 AR6， 它基本上实体风险呢，由这张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由危害、暴露跟脆弱度去组成。那脆弱度呢，又由调适力跟敏感度来决定。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透过气候的韧性调适来降低危害、降低暴露、降低脆弱度，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那它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气候韧性调适，这边有个调适能力。在界定上，你可以把它思考成调适能力比较属于我们刚才讲过，我的保全对象他自己的调适能力。譬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老人，他出去或者在家，他遇到淹水，看他有游泳圈，就是他自己的调适能力，或者他家里有2、3楼，他可以跑到高楼上，
所以它有能力爬上去，这都是它自己的调试能力。气候的韧性调试比较广泛，韧性调试我可以来降低危害，比如我政府改善我的排水系统，改善我的堤防来降低危害。我也可以借由人口的重新配置、生活区的配置来减少暴露在危害里面，或者呢，刚才强化老人的这个调试力、保全对象调试力，或降低它的敏感度。这都可以，所以基本上韧性调试涵盖的范围比较广。那这边调试能力指的是我保全对象本身的一个应变能力。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风险的模板哈。那在这个风险模板里面呢，你是从哪一个观点，然后哪一个治理组织来决定这个风险管理？如果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或者是企业，其实可能都不一样。我们一个要先界定，那我的关键议题是什么？那这关键议题呢，有几个关键元素，譬如说我的保全对象是什么？然后它暴露在什么危害之下，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的风险？那第二个呢，你可能要谈的是暴露，也就是保全对象在空间的分布。第三个呢是脆弱度，我保全对象暴露在危害之下，它的致灾程度、它的敏感度，还有它有没有应变能力它有没有调试力的一个函数。然后进一步来谈说，好，那我危害导致危害的气候因子、非气候因子，影响暴露的暴露因子是什么？影响脆弱度的脆弱度因子是什么？等下后面会有一个例子来做介绍。那基本上调试前的风险呢，经过气候认定调试以后，我们就会有调试后的风险，来了解我们调试以后的影响会是什么。所以这基本上就是风险模板的一个基本架构。譬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电信箱，我们可以看到电信箱下面有个基座，如果淹水超过这基座，再往上淹呢，可能就淹到它的主基板，可能造成它的影响。所以以刚才那个表格，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关键议题可能就是电信箱暴露在暴雨淹水，电信箱就是我的保全对象，暴雨淹水就是我的危害。那我的风险，我想探讨的是，因为这个暴雨淹水造成的功能的损失。所以呢，我这边危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暴雨淹水，还有到底致灾门槛，暴雨多少才会产生淹水嘛，然后产生多深的一个淹水深度，暴露就是电信箱的空间分布，然后我的脆弱度就是电信箱受到暴雨淹水损害的脆弱度。分别来看，暴雨淹水当然跟气候因子，尤其短淹时强降雨的这个降雨强度有关。非气候因子可能跟区域排水能力有关，像台北可以排水能力是每小时78.85，所以你超过了它就淹水。但这是列举，不是很简单，只有这两个，我是列举做说明。那但暴露因子可能包含电信箱要摆在哪里，可能跟地形有关，土地利用它到底可不可以取得土地来使用有关。那可能因为它要服务的人口范围，所以跟人口密度也有关系。那至于电信箱的脆弱度呢，可能一个是它的重要性。为什么重要性是敏感度因子呢？因为如果这个电信箱很重要，它一旦受影响，我影响的范围就很大，可能很多人都受到影响，相对敏感度就高。那它的防水能力跟基座高度，其实就是它自身的调试力。如果它本身有防潮防水能力，即使水有可能跑进去一下子，或者淹在外面，基本上它不会进到里面，影响到主基板。那我们的韧性调试呢，基本上一定要跟因子有关，所以我可能改善排水能力。这 H 值就是 hazard 这个措施是跟危害因子有关的，或者我改变电信箱的位置，跟 exposure 暴露有关，或者我提高防水防潮能力 vulnerability 脆弱度里面的调试力，或者提高基座的高度，这4个都可以，但不止这些啦。这边我刚才讲过，这是一个列举，后面会有一个单元再用案例来告诉大家怎么一步一步做这件事情。那我只是借这个来说明风险模板怎么样把一个问题做一个解构成危害、暴露、脆弱度，更进一步去探讨危害的因子、暴露的因子跟脆弱度的因子。那藉由这些因子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来谈我们的一些调试选项。那这是另外一个风险模板的一个形式是用表格的方式来形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一样，我有关键议题、气候的实体风险，我有保全对象。中间这一栏呢，我有危害、暴露跟脆弱度。那再往右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写7、8、9，这边分别是危害的因子、暴露的因子，还有脆弱度的因子。那最右边一栏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危害的调试、暴露的调试、脆弱的调试。至于这怎么填报，我们在后面的单元再做一个仔细的介绍。治理风险大概分成2类了第一类是你已知保全对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先填1保全对象，再谈保全对象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然后再来谈3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然后形成一个关键议题。那再来是保全对象5呢，就是它空间分布，6呢就是它面对危害的一个脆弱度，再谈后面的因子，然后再调试。那第二种呢，是我已知关键议题，那关键议题里面的谈风险的议题是什么，然后再谈它的保全对象，然后再分别去拆解危害、暴露、脆弱度，照这样顺序呢来做一个填写。那我们后面会有案例来做说明